穆小姐，穆小姐，穆小姐，小叔叔他喝多了。顾小姐，真是麻烦你了，你先回去休息吧，我来照顾他。哦，好。哎，你留下。啊，小叔叔。我来都来了，你还麻烦人家顾小姐干什么？谭四，在。送他回去。是。我不回去。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不然你不会对我这个样子的。我没事，你想多了。那天你在我家里突然就走了，之后是礼服又失约，现在又喝成这个样子，你还非要顾小姐留下来照顾你。双儿是我的家人。难道只有你能不眠不休地照顾你青梅竹马的徐光耀，就不能我亲手养大的双儿照顾我吗？所以你是在和我翻旧账吗？没有，穆小姐，小叔叔他喝醉了，说胡话呢。我没翻旧账，实话实说。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约法3章的第1条是什么？好，你不说，我说。第1条就是，既然互相合作，就要彼此信任。信任个屁！你半夜闯到我办公室来，不就是不信任我？我没有不信任你，我是真的想留下来照顾你。如果你一定要顾小姐留下，可以，我可以走，但你得告诉我理由啊。所以你是不打算告诉我实话了，是吗？你曾经告诉过我，真正的信任是在彼此看不到的地方，依然选择相信对方。所以这一次，我还是相信你。我相信你突然的冷淡是有原因的。但如果我们还有机会成为夫妻，我希望你能让我看到你的一切。顾小姐，那就有劳了。我。小叔叔，你干嘛呀？你们之间到底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为什么要那样说？你别这样折磨自己了。双儿，你知道吗？我原本以为不信命的，我觉得我做什么都没有问题，什么都拿不到。但是现在，你走吧，我睡了。
那你好好休息。穆小姐，你怎么一个人出来了？顾小姐呢？顾小姐要照顾谭司令，恐怕没有时间见你。穆婉清，你有没有搞错？他谭玄龄还没跟你结婚呢，这就敢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了？你就这么惯着他？顾小姐和谭司令是亲人，用不着你来说三道四。完了完了，你是彻底被那个谭玄龄给洗脑了吧？我和谭司令之间更用不着你来说三道四。穆婉清，你怎么这么不识好人心呢？谭玄龄他什么人？他是一个马匪土包子，你一个弱女子能拿捏得住吗？你当初为了他拒绝了光耀，现在他原形毕露，你不仅自作自受，还连累了我。要是顾小姐对你有意，会用我来连累你吗？你不可理喻。她这么做肯定是有她的原因，你放心，他们俩之间不会有事。这叫没事？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我说没事就是没事，我有这个自信，难道你没有吗？自信？我当然是有的。那就赶紧回去，别把事情闹大，否则你和顾小姐更没有戏。不可理喻！开车。你说我是你的女人，我心里面还是挺开心的。大小姐回来了。你没事早点下去休息吧。哎，夜深了，你也早点歇着吧。穆管家，那天谭司令有没有说什么？谭司令也没说什么，就是一直在看照片。不过他问了2句照片的事。你把他那天看的相册全部给我。哎，谭司令看的是哪本相册？是这本。他看的哪张照片？就是老爷年轻时押货时的一张照片，是和洋人一起拍的。就是这张。什么事啊？啊，督军醒了。山下先生传来的电报说，谭玄龄跟
跟革命党有过密切接触，近期会帮他们中转一批军火到广州。消息可靠？山下先生在理查饭店安插的眼线，消息千真万确。这可是通敌大罪，让北京政府知道了，死罪难逃。哼，谭玄林呐，你可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大小姐，顾小姐来了。顾小姐，快过来。穆小姐，我今天去找小叔叔，看他实在心情不好，就陪他喝了几杯。你别怪我啊。我怎么会怪你呢？我谢谢你都来不及。要不是你陪着他，他一个人喝酒，我也放心不下。真的？你不怪我就好了。哦，对了，我刚刚问了谭四，他说这2天小叔叔经常和一位姓廖的先生见面。你说这几天他这么反常，会不会和这位廖先生有关啊？廖先生？在这尔虞我诈、血雨腥风的年代，会把我们每个人都裹在其中。倾巢之下，焉有完卵？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是他？你认识他？顾小姐，这个廖先生的身份呢，非同寻常，你一定不要掺和他的事，也不要去打听。可是，听我的，知道了吗？哦。事情办得怎么样了？照片我已经找出来了，也放在了明显的位置上。我猜，谭玄灵应该已经看到了。我们要的是确切的消息，不是猜疑。他们又不让我回穆公馆，我怎么可能时时刻刻盯在那儿？找个借口，进门去试探一下，最好想办法留在穆婉清的身边。谭玄灵看了照片。他不可能对穆婉清还这样的风平浪静。我可以去帮你们试探，但是你们真的能替我搞垮谭玄林和穆婉清，帮我夺回穆家的财产吗？我们的能力不容你质疑，只要你按照我所说的完成，你就会是穆家以后的掌门人。妈，玄灵今天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对我的态度就变了。你说这男人是不是就是这么善变，就是这么让人琢磨不透啊？你曾经告诉过我，真正的信任是在彼此看不到的地方依然选择相信对方，所以这一次我还是相信你。司令，廖先生到了。廖先生，玄林，那批货已经过青岛了，3天之内就应该到上海。我会安排的。那你跟穆小姐的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
那穆姑娘当时只是个孩子，就算穆志远做了什么错事，那跟她也没关系呀。这既然你们这么相爱，那为什么不让父辈的恩怨到此为止呢？我不是没有想过，但一辈子这么长，我如果不管不顾的就娶了她，这根刺会一直横在我们中间。我怕我会伤害她。我答应过她，我这一辈子要爱她，保护她。如果我做不到，我不能娶她。廖先生，能不能帮我一个忙？你说。我想让您帮我找一下谢尔盖洋枪队当年的队员，因为这件事对我太重要了，我不敢相信他的一面之词。你放心，只要这帮人还活着，我一个不少的给你找来。婉婷来了。婉清，坐。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嗯，都挺好的。谭司令给我找的公寓也不错，生活也很便利。那就好，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和我说。嗯。哎，对了，这个是我从香港给你带的杏仁饼。我上次忘记拿了，这回也带给你和谭司令尝一尝。谢谢婉婷，有心了。哎，谭司令呢？他还没有搬过来。我们两个这不还没有成婚吗？他要是现在就搬进来，难免人家说闲话。怎么，你找他有事啊？啊，没事儿，就是他帮我这么大忙，也想当面谢谢他。哎，你们的婚期定了吗？我还给你们提前准备贺礼啊。快了，但是最近他忙，得等他忙完以后再定。也是，现在全上海都归他管了，忙点也正常。好了，不要总说我们两个了，说说你啊，什么时候回香港？我呢，在香港的生活也不太适应，所以还是想回到上海来。留在上海？那有什么打算？婉清，你要是愿意的话，看看能不能在穆家的商会或者码头给我一份工作。我不怕苦也不怕累的，只要能让我自食其力就行。我在华商总会倒是缺一个秘书，你对穆家熟悉，脸面上也过得去，你要不要考虑一下？真的吗？那太好了。不过我有言在先啊，我只能给你市场上的薪水，而且你只做秘书的工作，其他的事情不用你管。当然了，你要是不愿意的话，我也不勉强。我愿意，我愿意。婉清，太谢谢你了。没事。你来干什么？你就原谅我口不择言，好不好？昨天晚上打疼你了吧？我这脸上不疼，心里疼。
一看着你们俩在车上，就亲，我就亲。对啊，就。你说什么呢？怎么可能？昨天晚上小叔叔喝多了，靠在我身上，我照顾他而已。你说什么呢？你们没钱，对不起啊，我看错了。说好了，以后可不许再无理取闹了，我得看你表现，否则……哎，我昨天不是也是一时情急吗？这不是因为关心你吗？对不对？你至于吗？我是说，否则我们就只能继续做朋友了。否则，你的意思是，如果我表现好的话，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了？啊！太好了！我终于看到希望了。啊，那我们今天晚上去庆祝一下吧。还有啊，我给你的那个银坠子，你是不是也得戴上？啊，我可还没答应你呢，我得看你表现。再说了，我今天没空，我要去司令部送汤。又去给谭玄林送？啊？应该的。这谭司令是你的小叔叔，你们是亲人，照顾他也是你的分内之事。你去吧。代我向谭司令问好。好。哎，那我们什么时候去吃西餐啊？表现好的话，我请你。开车慢点儿。约瑟夫先生打来电话，说在理查饭店已经订好了包厢。徐伯君一下野，这帮租界的洋人对咱们还真是客气了，就连沪上的老板都开始巴结咱们了。没什么好得意的，墙头草罢了。小叔叔，你怎么来了？你这是要去哪儿？头不疼了？不疼了，我要去租界跟洋人谈点事。哦，我还给你炖了汤呢。放这儿吧，我回来喝。嗯。哎，你是又要去找那个费安顿吗？这回不是费安顿，是犹太商人约瑟夫。约瑟夫我认识啊，我马上要上映的新电影《春闺梦里人》有他的投资，要不我陪你去吧？你不是不喜欢和洋人谈事吗？这不有你在吗？他们又占不了我便宜。我警告你啊，这事跟你没关系，别掺和。怎么没关系了？我还想下个戏他给我投点钱呢。现在局势不稳，我们公司老板全家都要迁往香港了，对电影也不上心，这估计以后都指望不上了。也行，那你就跟我去。如果别人问起来，你就说我帮你约了约瑟夫，谈电影投资的事。真的？嗯。好，走吧。走。谭司令带着顾小姐去了理查饭店。理查饭店，他是去见费安顿的吗？
我派人去打听了一下，包厢是约瑟夫订的。约瑟夫。你们先出去吧。穆婉清那边怎么样？穆婉婷已经去穆家试探过了。谭玄林这几天一直都没有露面，他们的婚期也迟迟的定不下来。而就在前几天，穆志远头七的时候，谭玄林还当着穆婉婷的面说要尽快的完婚。可见，谭玄林对穆婉清已经是起了戒心了。有谢尔盖的证词，由不得他不信。幸亏你提前一步找到了谢尔盖，花重金收买了他，极具编造的事实就让谭玄林和穆婉清反目成仇，这真的是4两拨千斤呐！我和谢尔盖早就交过手，算是老冤家了。当年在江浦相遇，他就认出了我。要不是我急着赶着去追杀谭子尧，他早就成了我的枪下鬼了。如今留他一命，谁想就用上了。可是这个谢尔盖，他贪财无度，就怕事成之后，他还会拿此事来向我们勒索。事成之后，他那条命还有必要留吗？属下明白。对了，今天谭玄林带着顾月霜去拜见了犹太商人约瑟夫，说是要替他的电影拉赞助。可我觉得，多半是让约瑟夫给他们提供码头和仓库，用来中转这批军火。很好。谭玄林宁愿冒着风险，在租界码头中转，也不肯让穆婉清参与。看来，他们的确是貌合神离了。租界码头可不是谭玄林一人说了算，他不可能瞒天过海。你带人给我查清楚这一批军火到码头的具体时间和仓库位置，我们才好动手。嘿。这约瑟夫也是个铁公鸡，说投资我的电影，却拿一批滞销的体育器材来充数。不就是体育器材吗？我全要了，正好给咱们民团的兄弟活动筋骨。哎，小叔叔，你刚问约瑟夫借码头的仓库干嘛呀？你要做生意吗？帮一个朋友。是那个廖先生吗？不该问的别问。哦。司令，我们后面好像有个小尾巴。看来徐伯钧的人清除的不够彻底嘛，正好借此机会一网打尽。您好。您好，我是日升公司的，我需要一间外滩码头的仓库。听说贵公司有空置的仓库对外出租，不知道可不可以租给我？抱歉，先生，我们这几天的仓库都预定完了。现在也不是旺季，怎么会这么的紧俏？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预约登记，确实是没有空余的仓库了。接一下，对，别住了。司令，来，小心点啊！来，来，我是上海司令谭玄林，
有什么事吗？谭司令，有人举报你这批货物里有违禁品，请接受检查。这里怎么能有违禁品？违禁品？证据呢？谭司令，为了租界安全，请你配合检查。好看吗？带走。是。走。这我配不配合有什么区别？Open this case。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该查的都查了，违禁品呢？我向你道歉，我们太唐突了，多有得罪。算了，你们也是为了租界的安全考虑。不过下次要再有人说我私藏什么违禁品，那就是恶作剧了，别理会就是。以后我们肯定会确定真实性。麻烦了。Let's go。司令，怎么样？想的没错，果然冒出了不少漏网之鱼，少说也抓了10几个。廖先生的船2天后才到，司令虚晃一枪，就炸出这么多间隙。我们被抓了多少人？基本上，我们安排盯着谭玄林的人，都被抓了。哼哼，抓几个小喽啰而已，让他们放松放松警惕也是值得的。谭玄林虚晃一枪，想与我们上钩，可没想到，这一切都在会长的预料之中。我上战场的时候，他还是个穿着开裆裤的娃娃，想跟我斗，哼，他还嫩了点儿。顾小姐，顾小姐，这是怎么了？老板全家都跑路了，还把公司账上的钱全都卷走了，要账的人全都找上门来了，片酬也泡汤了。你说什么？怎么会这样？这公司也有我的一份，他怎么能说走就走呢？哎，在那儿，顾小姐，走走走，顾小姐，大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欠了我们好几部电影的钱。对呀，这老板跑了，您是股东，你们老板欠钱，你来结一下吧。今天没还，说是周转用，他跑了，应该你来还吧。各位老板，我只是挂名股东，公司事务我从来都不参与，债务也和我没有关系，我也和你们一样是受害者，我也被欠了片酬。顾小姐，话可不能这么说，您是大华公司的招牌。我们是冲着您的面子才1分钱没拿，才放你们的片子。对啊，怎么能说跟您没关系呢？就是现在翻脸不认人的。对呀，不认账啊！各位，你们冷静一点。我们怎么冷静啊？还钱！不还钱你还丢脸了是吧？冷静一点，你们，哎，你还了，把钱还给我们！他今天要是不你们要干什么？我们所有影院共同抵制他这部片子。你们凭什么撤我的电影？你们还讲不讲理了？我怎么不讲理？找回来！钱不钱你还给我们！必须还钱！喂，帮我进司令部。后天中午12点传到上海，你安排好了吗？我们在哪个码头靠岸？从安全上来讲，木家码头有你的民团驻守，肯定是万无一失。不能用木家码头。既然是英国的货轮，就外滩码头吧。这外滩码头属于租界，你的兵进不去，安全吗？这远东最大的商人约瑟夫在外滩码头有10几个泊位，
而且自从上次他被卷入庆功宴刺杀之后，我派我民团的兄弟保护他，他应该会给我这个面子。我明白你的心思，可是现在全上海都以为你要跟穆小姐结婚，这如果不用穆家码头，难免会令人怀疑的。约瑟夫已经答应把码头借给我，我自有安排。不，喂，司令，顾小姐出事了。告诉你啊，钱还了，赶快还钱！我再说一遍，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哎，耍赖是吧？你别以为你是大明星就了不起啊！说到底，你就是个不入流的戏子，真把自己当少奶奶了你！一个拍戏的能傍上谭司令，还不是男女之间见不得光那点事儿啊！啊！不是吗？我看谁敢在这撒野啊！各位可都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为什么要为难一个弱女子？不觉得有点不要脸吗？谭司令，那大华公司欠我们的钱怎么办呢？我们影院也有员工要养，我们这些人也是要吃饭的呀。是啊，大华欠我们钱的老板跑了，他是大华的股东，我们不找他找谁啊？对，反正今天账不结清，我们是不会放他的芯片的。对。好啊，今天不还钱不行，必须还钱。对，你们不就是要钱吗？只要我把你们的债给还清了，就没什么问题了，对吧？行吧。我谭玄林以上海司令的名义在向你们担保，大华公司欠你们的钱由穆家商会承担。只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必须要放他的电影。那谭司令此话当真？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去穆家商会求证啊。哎，谭司令，怎么回事？哎，玄林。这是，我是来交代你件事的。大华电影公司的老板跑了，欠了各家电影院一笔钱，双儿的新片也要上了，必须先把欠款结清。人我带来了，你安排一下。我安排什么？这件事情好像和我穆家商会没有关系吧？是，本来没有关系，但是我答应了各位老板，大华公司欠的钱由穆家商会承担。凭什么？没有凭什么，我只是来通知你的。有钱也不能乱花。我问的是为什么要我来还？因为双儿的新戏要上了，不还钱就上不了，你明白了吗？我不是不支持顾小姐的电影，只是这件事情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我不管其他的，我就问你能不能快点。你有没有想过，我要是这次给了钱，那大华公司其他债务怎么办？他的员工是不是都要来找我？他其他债主是不是也要来找我？这个口我真的开不了。我懂了，在穆家，我说了不算，对吗？你能不能讲点道理？讲道理。我上海堂堂的司令，做不了你穆家的主吗？真叫我吃软饭的了？
老子不求你，老子有别的办法。你干嘛呀？吃枪药了？双儿，你放心，你的芯片一定会准时上映。他穆家不帮你，有的是人愿意帮你。各位老板，我以司令部的名义担保，欠你们的钱如数奉还。各位请回吧。双儿，我们走。哎，晚清，谭司令怎么这么对你啊？我也不知道，他这几天变得好冷漠，今天更是变本加厉。为了顾月霜的电影，当着这么多人冲我拍桌子。你先去忙吧，我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好，我先去忙，你也别太难过。小叔叔，你刚那么对穆小姐也太过分了吧？你就不怕她不理你啊？他最好别理我。立正，向后转，停车。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Thanks all the same。下次见。恩赐，我让你帮双儿还大华公司欠的钱，你还了吗？司令，这事儿就不劳咱操心了，有人比咱积极。谁比咱积极啊？苏红琛苏少帅啊，人早就把公司上的账面给清完了，而且还包场请人看了电影。为了捧双儿小姐，可是花了不少银子。这个苏少帅对我们家双儿还挺上心呢。谭玄林把民团从穆家码头撤去了外滩码头，名义上是要和约瑟夫合伙做生意，实际上就是替革命党转移军火。好啊，外滩码头是洋人的地盘，洋人是断然不会为他包庇的。只要军火上岸，他就跑不了了。没想到如胶似漆的两个人，竟然这么快的反目成仇。谭玄林和顾月霜本来就是不清不楚的，
有权有势的男人嘛，脚踏2只船，也是常事。但是那个穆婉清，不能让他置身事外，想办法要把他拉下水。我会让穆婉婷去吧。好，我现在真是想看到抓到革命党之后，谭玄林的表情是什么。他自以为是，哪成想是请君入瓮。是。谭玄林怎么也不会想到，英国公司的货轮会在青岛补充燃料，而我们的人早已趁机上了船。这批军火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他们什么时候靠岸，我们比他们还要清楚。明天中午，只要革命党来码头接货，那就是人赃俱获。马上给徐伯钧发电报，告诉他万事俱备，直迁北风了。哎，哼，为何是北风啊？哈，孔明火烧赤壁借的是东风，而我们要借的是北风。按照当前的局势，只有让北京政府对谭玄林下手，才能让他一败涂地。你把拟好举报谭玄林通敌的电报发给北京政府。是。正可谓一夜北风紧，不出意外，明天就是谭玄林的死期。督军，电报。少帅，怎么了？这是今天的报纸。收拾一下，跟我去趟上海。还是督军料事如神啊！少帅看到穆婉清的消息，果然坐不住了。哎，我这个儿子，看上去沉稳，哼，骨子里却是个情种啊！啊，夫人走了这么多年，您不是也一直没有续弦？少帅这也是随您啊。是啊，一转眼，他母亲已经走了10几年了。好在少帅现在能够独当一面，夫人的在天之灵知道了，也会感到欣慰的。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机关算尽大半辈子，我都是为了他呀。这次谭玄林必死无疑，光要以他上海督办的身份，只要他人在上海，调查的时候裴勋就不可能绕过他。光耀只有参与调查，才能够顺理成章地去接任上海司令，拿回上海，我徐家才能够东山再起。司令，抓的那几个奸细嘴太严了，什么都问不出来。不过老夫早就盯着他们了，这是他们的行动轨迹。如果有窝点的话，就应该在这其中。他们去银行干什么？老夫派人查过了，他们在几天前都收到了一大笔钱，所以几乎同时，他们都去银行汇给了在日本的家人。停车！您不能进去。我来找你们司令。穆小姐，您真的不能进去。
婉清小姐，怎么了？我来找你们司令。哦，我们司令不在，请回吧。今天你要么开枪打死我，要么就让我进去。哎，穆小姐，哎，穆小姐，哎，穆小姐，穆小姐，谭四，门口的卫兵都是摆设吗？懂不懂规矩啊？你不要怪他们，我自己进来的。我就想当面问问你，你为什么要撤掉民团？为什么连穆公馆的卫兵都要撤掉？滚出去！军务上的事，你无权过问。无权过问。穆公馆的卫兵你可以撤掉，但是民团是我华商总会的，保护码头天经地义。你敢不敢当面给我个理由？比起跟你们穆家，跟约瑟夫合作更划算。他把码头借给我运货，我让我的民团兄弟去保护外滩码头的安全，有错吗？我不信，你不是这种见利忘义的人。那是你不了解我。一个能在乱世混得如鱼得水的人，会是君子吗？如果我不这么见利忘义，早就被啃得连骨头渣儿都不剩了。玄莲，这里没有外人，你跟我不用演戏。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啊？你跟我说，我会保守秘密的。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我们两个之间发生的事情。但我真的想不明白，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好端端变成这样？你就当我是一个阴晴不定的混蛋吧。可你明明就不是啊！你告诉我一个理由好不好？真的快受不了了。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连原因都不知道。只是你不知道。我真的好累，我觉得我快坚持不下去了。那就别坚持了。你休想让我这么不明不白的放弃。
既然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你知道我爹怎么死的吗？10年前，我爹押送军火，途经江浦，被一伙人偷袭，全军覆没。他们用的是开花弹，杀伤力极强。这种子弹，各国的正规军都禁止使用。我爹在死的时候，胸口都被炸掉了大半。那伙人是谁？10年前，你爸爸替徐伯钧押送物资，也经过江浦。他雇佣了一队白俄的洋枪队，这帮人用的就是开花弹。雇佣的理由是战斗力高。我不信。你不信？不可能。不可能。你回家翻翻你家的相册，看看你爸和洋枪队的合影。而且我还找到了当年洋枪队的队员，就是他告诉我，是你爸杀了我爹。我最多做到不恨你。从今天起，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小姐，你这是干什么？这张照片是在江浦照的。没错呀，这是10年前老爷押货路过江浦的时候照的。怎么，您跟谭司令对这张照片都感兴趣啊？大小姐，婉婷小姐，大小姐今天不方便，商会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什么情况？这发生什么事了？下午从司令部回来，大小姐就急着看相册，可谁知看着看着就哭了起来，谁劝都没用。哎呀，大小姐，您倒是说句话呀！啊！副帅，没看见我们正在开会吗？出去。副帅，我没想打扰你们开会，但是关于谭玄龄通敌一事，我得到一些新的情报，想要给副帅做参考。
这是我手抄的几份上海租界宪兵队的出勤记录表，里面有一次就接到举报，说谭玄林私运违禁品，但最后的搜查结果却是正常的体育器材。可见，这些举报，并不见得是真的。徐步军下野后，上海由谭玄林一个人控制，谭司令年纪轻轻就身居高职，难免会惹人眼红。举报和诬告，也是常事。你的意思我明白，不过，佳佳，这份举报详细地列出了谭玄林明天跟革命党接头的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还把运送军火的数量、型号标注得一清二楚。如果不查，万一属实，那就难以挽回喽。副帅打算如何去查呢？左参谋在，连夜启程去上海，并责成工部局董事费安顿一起协查此事，以示公允嘛。清者自清，如果谭玄林确实没有通敌，就可以还他一个清白。是。你把出勤记录给裴督军看了吗？副帅看了。他怎么说？副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还准备派人去上海调查此事。不过他也答应了，如果真的是诬告，一定还谭司令清白。那就好。大帅有命，鉴于谭小姐与谭司令的关系，请谭小姐留在参谋部24小时，等调查结束后再离开。不必了吧？还请谭小姐配合。没事。少帅，你也请。我也要去吗？督军关心谭小姐，怕她无聊，特命令少帅陪伴。徐少帅，您找小姐啊？小姐呢？哎呀，小姐下午从谭司令那里回来以后，大哭了一场，然后就自己开车出去了。她也不让我们跟着呀。什么？谭玄林真的把穆婉清当成仇人的女儿，穆婉清也当真了。下午看着照片，哭了好半天。只要他们各自为战，我们也有利于各个击破了。等明天中午，外滩码头的军火一到，谭玄林的死期就难免了。约瑟夫这个洋人是不可能包庇他的。原来你让我挑拨他们的关系，是为了让谭玄林去外滩码头交易军火，免得穆家码头为他遮掩。不过，穆家也休想逃离于世外。明天，我还会找一批违禁品，放到你们穆家码头的仓库。你要想办法找到仓库的钥匙。藏匿伪军的药品，也够他们有大罪受的。违禁品？那不会连累到我吧？放心，我们会做得天衣无缝。等扳倒了穆婉清，穆家的一切都是你的。好，包在我身上。另外，明天我会找人盯紧穆婉清，以免她失账。在商会，你也要帮我盯紧她的一举一动。如果她要离开商会，要立刻向我报告。明白。
是上海，都是我的地盘。现在，我向你保证，只要有我在，你一定会平平安安的。你那日说的话都不算数了吗？各位，从今天开始，穆小姐就是我谭玄林的人了。哎，徐督办，你不能进去。徐督办，徐督办，徐督办，你不能进去。徐督办，司令，徐督办说要回自己的办公室拿东西，我也不好拦着。拦我做什么？做了亏心事，不敢见人吗？你先回去吧，我跟他单独聊聊。是。你和婉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没想到，徐督办也会看这种八卦小报啊！我刚从穆家过来，从穆家得知，这些天你对婉清很是冷淡。婚礼的事，你都让她一个人操办，连礼服都不是。现在为了一个顾月霜，却闹出这么难看的丑闻，你对得起婉清？对得起穆家世伯在天之灵吗？徐光耀，我跟穆婉清的事，轮得着你插嘴吗？我是他哥哥，我不准有人欺负他。所以呢？啊，这么说，我得管你徐督办叫一声大舅哥了。你叫我什么不重要，我只是希望你能记得，你曾经说过的话。你说要为婉清挡住所有的黑暗，为她争取一丝光明，不敢死，不敢输，怕她难过。你说过你要给她幸福，你做到了吗？你言而无信。徐光耀，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啊？穆婉清这辈子最大的不幸就是跟你们徐家沾上关系，你自己不知道吗？我们徐家之前确实对不起婉清，只是以前吗？穆志远在火车站遇刺，谁干的？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没有怀疑过吗？徐远在吗？好几天没见着了。我说过要守护他一辈子，我说到做到。哼，守护一辈子，当他哥哥对吗？你自己心里没有想过他吗？你现在不想他吗？我退出，不是因为我不爱他，而是我尊重他的选择。但如果他看错了人，选择了一个混蛋，我也绝不会就此罢休。管得着吗？就算我是个混蛋，我不要他，他也会死皮赖脸的跟着我，他也不可能跟你走。还有，从今天开始，你别再烦我了，知道吗？
听着，你要真的是个混蛋，我一定不会放过你。少帅，你看。少帅，徐公子，左参谋。徐公子，战场上咱们各为其主，有得罪的地方，还望包涵。哪里的话，左参谋用兵如神，光要受教了。徐公子，左参谋连夜坐飞机赶来，他是受裴督军的委托，来调查上海防守司令谭玄龄通敌一事。谭玄龄通敌，裴督军特别的叮嘱，这件事情关系到上海的局势。您二位，一个是工部局的董事，一个是司令部的督办，为了表示公允，请二位一起参与调查。证据可确凿，举报人提供的时间和地点都十分的详细啊。哈，明天若是能人赃俱获，这也就算结案了。司令，昨晚没休息好吧？都怪徐督办，没头没脑的就闯进来，招呼也不打一声。不怪他，他是替婉清出气。啊，对了，今天中午码头接应的人准备好了吗？让他们穿便装。放心吧，都是老傅挑的人，很可靠。司令，这怎么一大早来这么多兵啊？哎，你看，徐督办也来了，还有费安顿，还有左参谋，这……走，会会他们。徐督办，看来你们上海司令部不怎么欢迎我呀。都是老朋友了，兄弟们，把枪都放下啊！都是老朋友了，别伤了和气。哎呀，这动刀动枪的就不太合适了吧？你说呢，关耀兄？前阵子家中事务繁多，一直未能履职，辛苦谭司令了。没事。费总统，咱们也是老朋友了。可不是嘛。左参谋，这次来上海，你们谁也不许走，留下来吃个便饭，让我尽尽地主之谊啊。没事，这次我主要是替裴督军办事的，有得罪的地方呢，还请谭司令配合。让我怎么配合呀？哎，把枪放下，枪放下。左参谋，这什么意思啊？谭司令，咱回办公室，慢慢谈。别动，都回去，上去，快点，都回去，快点，坐下。左参谋，这个太夸张了吧？事出紧急，多有得罪了。谭司令，请吧。
哎呀，我这屋里太乱了，我叫人收拾一下啊。邹参谋，这什么意思啊？谭司令，有人举报你与革命党勾结，今天中午12点，要在你外滩的仓库里交易军火。我们作为调查组，就是来奉命调查这次举报是否属实的。邹参谋，你怀疑我勾结革命党？在这份举报文件里有明确的时间和地点，没办法，职责所在，必须严查。有人举报你就信啊？证据呢？这前2天还有人举报，说我藏匿违禁物品，耍的英国的宪兵队团团转呢。费董，是有这件事吧？啊？这件事确实是宪兵队行事鲁莽了。谭司令，这次北京派驻调查组，就是对您认真负责。如果事实证明您没有通敌，您放心，一定会还您清白。怎么证明？如果有其他人在码头上走私军火，也算在我头上吗？这个您不用担心，谭司令。过了今天中午12点，只要接头的人出现，我们人赃并获。与您有没有关系，到时候我们一审便知。另外，这次行动是绝密，除了我带的人和办公室在座的几位，没有其他人知道，也不可能走漏风声。谭司令的清白，再等上几个小时，等我们抓到人之后，就一清二楚了。我算是听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个接头人要是不来，就算是我走漏了风声，对吧？可以这样理解，所以请谭司令务必配合。那如果说革命党的计划有变，又或者是你们的消息不准确怎么办？难道也是我走漏了风声？谭司令的顾虑确实有理，不如这样，从现在开始，以北京调查组的名义，命令上海电话局关闭司令部所有总机与分机至下午1点，包括谭司令这部在内。与此同时，我们3位陪谭司令一起，谁都不准离开这办公室半步。这样，各位意下如何呢？我觉得徐督办这个方法很好，谭司令，意下如何呀？怎么，不愿意？怎么会呢？光耀兄这个提议啊，我觉得特别公平。我只是在想，你说我们这4个大老爷们儿在这待了半天，多无聊啊！不如一起去打个麻将。谭孙，你去协助左参谋的人维持秩序。是。3位，请吧。